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宣帝缔结4年春2月，宣帝封外婆王媪为博平君，封大舅王无故为平昌侯，二舅王武为乐昌侯。我们不难想见，宣帝终于找到亲人时候的激动心情，但同时还要注意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宣帝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轻轻松松就给2个舅舅封了侯。汉朝初年那个无君公不封侯的传统，甚至都没人提了。唯想汉武帝刚刚登基就把田胜、典粉2个舅舅无功封侯，当时算是大胆突破传统。这时候再看，宣帝无非是遵循了武帝开创的传统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当年像5月，山阳郡、济阴郡都发生了雹灾，冰雹有鸡蛋那么大，深入地表2尺5寸，砸死20多人，就连飞鸟都没能逃生。先前我们已经见识过打入码头的冰雹，特别匪夷所思，但鸡蛋大小的冰雹并没有超出常理。今天我们之所以觉得反常，是因为在现代养殖技术下，鸡蛋的个头越来越大，正经农村土鸡下的蛋看上去反而就像发育不良似的。那么雹灾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也是前文讲过的。考察春秋大义，鲁昭公3年发生过一次雹灾，当时鲁国济世专权，架空了国君，后来甚至把国君赶到外国去了。仍在5月，宣帝发布了一道重要诏书，说从今以后，凡是子女包庇有罪的父母，妻子包庇有罪的丈夫，孙儿包庇有罪的祖父母，通通不算犯罪，不予追究。显然，上得缓刑的原则又向前推进了一步。宣帝缔结4年向5月的这道诏书是法律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诏书，但很遗憾，司马光没能看到其中的重要性，把诏书内容删减了不少。诏书的详细内容被收录在《汉书·宣帝纪》里。除了以上内容之外，还有一项规定：如果是长幼关系反过来，是父母包庇子女，丈夫包庇妻子，祖父母包庇孙儿，而被包庇者所犯的不是一般罪行，而是死罪的话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案情需要上报廷尉，由廷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而且所谓包庇，诏书用的是法律术语守逆，司马光把守字删了，只留下了一个逆，不太严谨。守逆的意思，节文讲侯11武案的时候讲过，逆相当于窝藏包庇，守的意思是主谋，那么守逆者就是犯包庇窝藏罪的主犯。这份诏书是把儒家伦理观的亲亲相隐的态度明确应用到司法当中了。但我们知道，孔子论述亲亲相隐有一句名言：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孔子的意见是，父子亲情是天伦，所以父亲天然就要袒护儿子，而儿子自然也会袒护父亲。社会秩序不应当违背天伦。那这思路对照宣帝的诏书，就会发现宣帝赞同的仅仅是子为父隐这半截，而对于父为子隐这半截是很有保留的。清朝学者何卓有一个很合理的分析，说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在情感层面上虽然没有区别，但子女作奸犯科，显然说明做父亲的平时没有尽到教育义务，多少是有责任的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武帝时代，当时有所谓重守逆之科，著知纵之律。武帝元朔5年，开国元勋灌婴的后人临汝侯灌贤被免去了爵位，罪名是作子伤人守逆，意思是说他那儿子打伤的人，他把儿子窝藏起来，所以按守逆治他的罪。但同样在武帝时代，民间发生过养子杀人、养父包庇养子的事情。董仲舒根据父为子隐的原则给出参考意见，认为养父无罪，结果还真的判了养父无罪。如果这2起案件都发生在宣帝缔结4年以后，适用缔结4年诏书精神的话，那么灌贤可以免罪，因为他那儿子只是伤人，并不构成此罪，而那位养父的案情就要被提交廷尉，请于定国大人亲自裁夺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假如有一个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情的杀人狂魔，某次行凶失手，到儿子这里要求避几天风头，儿子如果知情不报的话，这真的符合儒家的伦理观吗？这就是思想史上的一个争议问题了，后文我们会遇到的。回到缔结4年，
宣帝立广川惠王刘越的孙儿刘文为广川王，这是因为4年前广川王刘去因为罪恶多端被判流放自杀了。按照常规流程，随着刘去的死，广川国自然撤国为郡。但时隔4年，宣帝法外开恩，恢复了广川国的建制，由刘越继承香火。这种做法属于兴灭国继绝世，高度符合儒家伦理。到了当年秋季，扎列星的大事件终于爆发，霍家人谋反了。霍家人对现状的不满已经不是1天2天了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霍家骨干人物的一些对话，总之就是对现状有各种抱怨。霍家兄弟还会越说越气，觉得自家人蒙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有坊间传言许皇后是被霍家毒死的，大家不禁是含血愤天，觉得上到皇帝，中到朝臣和知识分子，下到平民百姓，怎么全都在针对霍家呢？多脏的屎盆子都往霍家头上扣呢？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霍光夫人不由得怕了，将自己当初毒害许皇后的经过对霍宇、霍山、霍云他们和盘托出。这3兄弟着实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自己心里积累的那么多委屈，还真的都是自作多情了。宣帝的所有动作忽然全都合情合理了。事已至此，后悔药没得吃，只能想对策。假如事情发生在今天的法治社会，宣帝和霍家都只是普通人，那么毒杀的事情只要销毁了证据，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但不同的是，宣帝不是普通人，而是皇帝。他就算找不到任何人证物证，但只要起了疑心，霍家全族就一定会被打入地狱。所以对于霍家人来说，眼下就算忙不迭的去杀人灭口，销毁罪证，也没有多大的意义。你死我活的局面就这样摆在眼前了，不想死的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造反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经过宣帝一连串处心积虑的运作，霍家人已经被边缘化了，既控制不了长乐宫的卫戍部队，也控制不了未央宫的卫戍部队，还有好几个霍家的女婿已经被派到边郡出任太守了，完全失去了左右长安政局的能力。霍家到这时候才想起谋反，已经彻底错过了时间窗口。根据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，霍氏家族还没来得及开始行动，就被宣帝察觉了。但宣帝下令，事情到此为止，不予追究。没想到这反而加重了霍家人的恐惧，非要抗争到底不可。然后呢，宣帝下诏免除霍云、霍山的职务，让他们保留侯爵头衔，返回家宅。看上去宣帝特别宽宏大量，只要霍家人交出权力，不再死缠烂打，宣帝完全可以放他密码，让他们安享荣华富贵。史料确实就是这样记载的，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也未免过于不合情合理了。我们大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，宣帝真的可以放过霍氏家族吗？历史毕竟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霍氏家族到底做了什么？宣帝到底有没有网开一面的慈悲心肠？时过境迁，霍家人早已经没有发声的机会了。站在宣帝的角度，政治正确的姿态是霍家一再挑事，自己呢一再宽容，群情越发激愤。于是我们看到上阳太守张敞上封事要对宣帝说一点悄悄话。当然，我们首先要留意的是，张敞的职位是山阳太守，他所治理的山阳郡原本是梁孝王刘武之子刘定的山阳国。武帝建元5年，刘定过世，没有子嗣，山阳国废国为郡。值得留意的是，被霍光废掉的那位昌邑王刘贺，如今就住在山阳郡内。前面讲过，当初刘贺在位只有短短27天就被打回原形，回到昌邑故土去了。但是昌邑国这个编制就撤销了，换归山阳郡。山阳郡远离长安，郡太守张敞忽然上封事。这篇文章在历史上有很高的重要性，后人给他拟了一个标题，叫《论霍氏封事》。资治通鉴详细收录了这篇文章，等我下一讲再做解读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